哇，山下好热闹，没有师傅唠叨太自由啦。传送符只能维持1刻钟，还好安全到了，有点累。这画像上的老道是谁？不清楚，看着年轻人是在找人，老道说不定是大人物啊。师傅，小娃娃，你认得画像上的人？他是你师傅吗？不能说，是师娘们派来的，我还没找爹妈呢。孩子怕是和师傅走散了，怪可怜的。这孩子跑这么快干嘛？还好跑得快，师傅，我又帮你躲一劫了。这孩子眼神好熟悉。我还没开张，别想化缘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我没有想化缘，我用东西换。去，你当我傻？一张破符纸你是降半仙？这不是破符纸，是我画的。要不拿师傅换几个包子吧？师傅疼爱我，应该不会生气的吧？小道友，这顿包子我请了。阿伯，你说真的？不用换，也不用找拿画像的人。真的，小道友，一顿包子而已，不用换任何东西。客官请了，小道童快吃，刚出锅热乎的。放心吃吧，小道友，吃饱了有力气做事。谢谢阿伯，谢谢伙计哥哥。小道友，别急着吃，我请你吃几个包子如何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为什么要你请吃饭？小道友，我们是同道中人，请你吃包子无妨。若是实在过意不去，那就把你刚才拿着的数符箓了。本宝宝能数到10呢。符箓。我闻着对面那里飘出来的味道，香得很。那我就请小道酒到醉仙居吃上一顿。这不是子旭先生吗？子旭先生。道长，您和爱徒想吃点什么？这不是我徒弟。我还是你祖奶奶呢！没眼色的东西，在子虚道长面前也敢造次，这是道长手下留情了。子虚道长，鄙人姓陈，是这酒楼的掌柜，伙计不懂事儿，莫跟他一般见识。给我的，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。陈掌柜，送你了。不可。为啥不可？我这张符纸本就是用来付饭钱的。陈掌柜说了他请客，那就给他喽。哼！把它贴在你闺女的床头，保她今晚不会再梦魇。你还吃不吃？不吃我都打包了。浪费食物是有罪的。不过他在意的可不是这剩饭剩菜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不信，怎么会什么都没有？我师父和师兄们都无法从这个如意袋里拿出东西来。白忙活了！你还想偷我的符纸？做梦吧！师父叮嘱过他，不能让人知道如意的是宝贝。我嘴上遭人答应着，却歪心里胡变，百事不变，呼睡大觉呀。我还故意试过海德符纸，和我那张太像了。我得找到画符的人，拜师学真本事，不想再招摇撞骗了。子虚道长，快救命啊！子虚道长，开门啊！扰人清梦，无异于谋财害命。谁了？一天帽子被戳了2个窟窿。大半夜叫唤啥？我们掌柜的家里出事了，你和小道长快去看看吧。请我办事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掌柜的说了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500两。看来这陈掌柜家的事儿不小啊！我就跟你说了，那饭可不那么好吃的。那这银票更不是好拿的，一会儿从来不哭鼻子哟。你当我是你呢？我可脚婆打不过，才动不撒打滚哭鼻子呢。道长，快些吧，再晚掌柜的命都不保了。那袋子怎么在这儿？等等我！到了，怎么这么安静？我走时院子里还乱作一团，现在不会是都死了吧？别乱说，先开门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都这样？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？我什么都没看到啊！好重的戾气，看来不是比普通的厉鬼。该死的东西！我要杀了你们，都给我陪葬！打不过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厉鬼了，面子再重要也没有命重要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你就想这么跑了？你去，我倒要看看一个没了符纸的咬小奶娃。对呀，这破布袋子明明留在客栈床上了，临出门还看了一眼，是我记错了。别管那么多，看好了！不好了，你过来了！2位道长，快救人啊！他们会把自己掐死的。画个圈圈。我就说了，打不过别哭鼻子，你们2个都到那圈圈里去，不然这你们撒气我可不管了。既然你来都来了，就帮我试试我新研究的这张威力吧。何人如此放肆，招呼都不打一声，就直接把本王拘到这里来了？
阎王，救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，我愿意跟你回。你是阎王？正是本王。小娃娃，可是你把本王拘来的。既然你是阎王，那是不是就是你的错？是本王监管不力，我一会儿回去就给手下们灯开会。怎么还没想好？等我想了再说吧。不过你可不许赖账。小道主，你说怎么罚就怎么罚吧，我认罚。去你那！不过为了防止你耍赖，我还是免收下吧。小道长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带回去了。不行，我还有事问他。阎老爷，你还是带我回去，审判我什么罪都行。你说你要缠着陈掌柜的闺女，害她不成就要害他们一家，你还有脸喊冤？好吧，你倒是说说，你到底怎么冤了？我叫安云，从小与父亲染病离世，卖身葬父，却遭陈夫人百回凿折。我怀了孩子，被他们口胎，被他们将我扔在乱坟岗。我来帮你。这么说你是这陈掌柜的太奶奶？我不保护他们，他们可曾给我烧过一炷香，祭拜过一次？我要绝了他！你带回去让他投胎吧。他怨气不消，无法投胎，能消怨气的人已轮回。你是阎王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？就看陈家的人愿不愿意。子虚道长，这小道长是不是被？他在跟你太奶奶说话。嗨，太奶奶，从没有怠慢，祭拜错了人有个屁用啊！500两都给出去了，可不能再浪费机会。这老头比我师傅还小气。陈掌柜，你想不想知道你家家宅不宁的原因？想，我太想知道了。那我给你开阴阳眼，不过你不要害怕，有我在。心比肾还虚呀！莫木尊认住。就是他们害我陈家。休得胡说，害你的是你太奶奶，阎王爷可没害你。这夜镜能照出来每个鬼的一生。阎王，你有办法让陈掌柜看到发生在安云身上的事吧？这都是真的。你在怀疑我阎王弄虚作假？阎王爷饶命，小人不敢呐！你说他伤我太奶奶，就是我太奶奶。这是觉得我弄虚作假。你太奶奶怨气不消，无法轮回，你得让她消怨。那咋能消？把陈氏尸骨挫骨扬灰，将我安葬太清河葬，灵位摆进祠堂受香火。陈掌柜，这些的你能做到吗？陈氏那个毒妇不配受香火。子虚道长，劳烦你跑一趟，蓝火落下处就是安消尸骨埋葬地。今晚见识的场面比别人一辈子都多，彻底懵了。小道长，我能回去了吧？等一下。小道长还有吩咐？以后叫我烟宝就行，我们云台观的人都好说话。记住，我是云城县云台观的烟宝，我师傅是凌风子。好，我记下了。师傅让我发扬光大，就从地府开始吧。小道长，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怎么，你还要留他们吃饭？我怕害陈家的人一计不成再生一计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养阿飘害人的家伙。我失去了对安于的控制，何人敢和天蝎眷作对？找死！叶道长，不好了！叶道长，不好了！你让我供奉的瓷瓶子碎了。我这只阿飘马上进阶射青天蝎雀级别最高的，临门一脚，是谁坏了我的好事？我去看看，陈家是请了什么人，敢和我天蝎雀作对？睡得太早，没吃晚饭，折腾这么久，好饿啊！你还敢来？拿什么砸不好，偏偏砸了最香的烤乳猪腿，那可是我特意留着当宵夜的，太可惜了，心疼死我了。什么暗器？飞行速度不快，怎么还带着一股的烤肉味道？这陈家难道是想用食物羞辱我？居然是一只烤乳猪腿，拿食物当暗器扔我，真是太过分了，真不把我们天蝎界放在眼里。你就是那个控制安云，害陈家不得安宁的夜坏蛋。小娃娃，你是哪个道观的弟子？赶紧把你师父叫出来，我可不是来这里哄小孩子玩的。我是云台观的烟宝，至于我师父嘛，他才不会来的，有我一个人就够了，我能搞定你。师父才不来呢，他怕被师娘带到下山的事，我可不能说。云台观，连峰子你可认识？那是我师父哟，我师父可厉害啦。云台观，天蝎雀，我就说，敢与我们天蝎作对的人，没几个。我想起来了，师父告诉过我，下山以后遇到天蝎雀的人就往死里走。小娃娃，别在这里装神弄鬼，赶紧把安云交出来，我还能饶你们一命。若不然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想要安阿啊？那你去找阎王要好了，他被阎王带走了，我可没办法给你。你当阎王爷是你手下不成？是带鬼他就来带鬼。凌风子这个缩头乌龟也就云吹牛的本事吧。但是别人骂他就是找死，绝对不能容忍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。啊！我的眉毛，我的头发！啊！可惜了，我现在修为不够，要是修为再高一点，这一张火球符非把它烧成烤乳猪不可。
也能弥比我损失的烤乳猪腿了。小道友，我回来了。这人是谁？怎么把院子弄成这样？他是来要安鱼的。哼，你们云台观这些年躲躲藏藏，我还以为这回敢下山是得到了什么大机缘，原来就这点小把戏，也敢跟我们天蝎殿斗，简直是找死！小道友，你是云台观的人，真的是云台观吗？我找了好久好久。是的，我就是云潭观的，我师父是凌风子。终于找到云台观的人了，真是心诚则灵啊！这么多年，我这次又在北流州下一盘观当弟子。哦，不对，是3拨人1拨鬼，管他呢，反正是把云潭观发扬光大啦。你牙疼吗？你们云台观不是没断奶的，就是土埋脖子的，没一个拿得出手，难怪当缩头乌龟。哼，看来师父让我狠狠揍你们没错，嘴贱就别说话。小奶娃，你对我做了什么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赶快解了控制，不然我师父灭了你们云台剑！小道长，问问是谁请他来的，别让他把自己打死了。哦，我忘了，是谁请你来害陈家的？你说，是刘百万请你来害我陈家的。陈掌柜，你家有针线吗？有，小道长衣服破了，我给你买新的。缝完了我就放你回去，让你嘴欠，让你养阿飘害人，以后见云台观的人绕着走。放他走，他再报复怎么办？他不敢的，见一次揍一次。你不怕，我怕，你得保护我。你不是讲半仙吗？要一个小奶娃保护。你别折我寿，我刚下山，还没吃够好吃的。小师傅，收下我吧！几十年前就有人说，遇到云台观的人就是我师傅。啊，他要拜我为师？小师傅，我包你饭钱。好吧，看在这金子的份上，就让你先跟着我吧。喏，拿去吃吧。你还傻愣着干嘛？2位道长饿了，快让人准备饭菜。2位道长忙半宿了，先去屋里歇着，我马上吩咐人做。哎，拿来，留着没人请吃饭的时候再吃。小师傅，要不咱们也去看看？你看你，两位道长，快去看看吧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把我放下来，我看看再说哈。陈掌柜，我让你贴的符纸，你贴了吗？贴了，就贴在床头这里。不是你太奶奶干的，都是你们陈家祖上无德，还我闺女！小道长，快救救我闺女吧！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最近你找到工作了吗？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，入职快。小师傅，是不是符箓没了？要不咱们跑吧？啊！没出息。放心，我师傅说我是气运宝宝，凡事都能迎刃而解。小师傅，你还会画符箓？这点小事还用麻烦别人吗？师傅，徒弟给你当捉蛋，你画符吧。起来吧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百邪退散，符显神威，破！师兄，你给我报仇啊！你好好养伤，剩下的事交给我，我倒要看看云台观的老头是何方神圣。小姐姐魂魄离体不久，被锁魂术伤得重，我为了养魂丹，最晚5时就醒。不用动不动磕头，想谢我师傅，我师傅喜欢金子。头要磕，
金子自然也不会少。老爷、夫人，前院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好的，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干饭人干饭还！你去上班吧，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嗯。能不能让人好好吃饭了？两位道长，这应该是给你们的。你念给我听吧。云离县外全青岩，不死不休，天蝎雀。吃饭，不吃饱咋有力气打架？这小奶娃真淡定。吃饱了，这是什么硬菜呀？可惜了。两位道长，这点酬劳够吗？不够，我再想办法。够，几张符纸而已，哪值这么多？这个给小姐姐带身上，阿飘就不敢靠近了。多谢小道长，多谢小道长。师傅，平安符也是钱啊，咋说送就送？徒弟，过来背师傅，咱们去全青崖。停！怎么了，师傅？不去了，我背你去客栈。你这速度，走到天黑都到不了。闭眼，不许睁开。哦。来得够快，嫌自己肉老，还背来个小娃娃。你是云台观的人？是你把我师弟伤成那样的？我们伤的阿猫阿狗多了，你师弟是哪条？找死！报上名字，不然阎王爷不好收你。我荣九思，倒要看看阎王收谁。师傅，你快看，崖壁有脸！不用怕，你先去找份工作吧。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快背我跑！是。师傅，你当我是马吗？我跑不动了。快跑，再快点！这是天雷，我画的只是五雷符。师傅居然能引动天雷，咋回事？五雷符咋引来了天雷？这也太他妈吓人了，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把我放下来，去看看那什么丝是被劈死了，还是掉下去摔死了。师傅，那天雷把山都劈开了，啥人还能活着？不用去看了。也是，我听劝，不去看了。就算劈不死，他一时半会儿也爬不上来，魔音幻境也使不出来了。师傅，要不把你的符箓给我2张，我怕我一个人落单的时候碰到天蝎雀的人。收着吧。这不发财了吗？师傅，咱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回云台观吗？还回云州县里，我还要在这儿再待2天。好，那我就陪师傅在县城里玩2天。本想自己下山查秘密，这徒弟实在不靠谱，笨手笨脚的，只能用传送符脱困了。怪不得师傅让闭眼，师傅莫不是神仙下凡，还会御符而行？以后跟着师傅想去哪儿去哪儿，还省盘钱。拜师傅真是赚大发了。师傅，咱们为什么不直接飞到城里，多省事？我想看看风景，不行吗？还有一会儿你就去找工作吧。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这官道两边要么山要么草，有啥好看的？还不如回县城。别跑，跑了就没好处。师傅，我错了，以后你不发话，我绝对不跑半步，绝不敢偷懒。师傅，别生气了，这个给你。收这个徒弟真是赚到了，出手阔绰真有钱。
跟着他不愁吃喝了。我不让你背我，是因为以后他替你背我了，你正好歇歇。怎么回事？护卫队长，回嬷嬷，马被老虎惊到了。老虎？这城门口怎么会有老虎？让他们把路让开，我们先出城。好好说，不要节外生枝。还有，你今天去换个工作吧。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是。小娃娃，你找到你师傅了？是你哦，你找到画像上的人啦？找到了，要找的人找到了，画像上的人就不用找了。这位道长，能不能带着你的老虎和小徒弟到城镇外等一等，让我们的队伍先出城，我们有急事。能不能看清楚再说话？他是我师傅，我是他徒弟，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？眼睛吃屎的！咱们先到城门外等等，让他们先出城。他们车里有小孩子，我们得尊老益幼。你若是把这大黄毛领进城，哪家客栈敢让咱们住？哪家酒楼敢让咱们进去吃饭？哎，小烟宝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样就能跟我进城吃饭了。我背的是我师傅，我才是徒弟。我背的是我师傅，我才是徒弟。我背的是我师傅，我才是徒弟。你眼睛长脚后跟上了？我这么一个神风俊亮的老头，你看不见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着急了。咋是你？大白天的又让鬼撵了。道长，你进城碰见10几个骑马的和1辆马车出城了吗？啊，我和师傅还给他们让路了。咋的？你追他们？就凭你这2条腿，恐怕是追不上了。别哭了，这个符给你。师傅，你给他，他也不会用，浪费了，还是给我吧。我想给妹妹送桂花糕，她被接走，再也不回来了。小道长，带我追妹妹好不好？你要找妹妹。好，你在这儿等，我带她去。不行，我要跟着师傅。捏碎符就行，会隐身。先走。好，师傅小心。啊！别怕。师傅，救命啊！什么人敢拦车队？是。他给妹妹送东西。你去上班了吗？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
师傅，你是不是给我的符箓是低阶的？不然你怎么不摔，我却摔下去了？我也想给你高阶的，可是高阶的需要注入灵力，你有吗？不是的，是你太重了，路妥妥才会摔下来。哦，原来那么小，当然不重了。不对吧？伙计和师傅同乘一张符箓，他们两个加起来也不比我轻吧？都怪你，非得追过来送什么桂花糕？那帮人一看就是有钱人，还买不起桂花糕吗？妹妹再也不是妹妹了，她好难过。几位是要去县城吗？要不要坐马车走？好呀好呀，多谢伯伯。是我家夫人，一见到你这般大的小孩子就心生怜爱。坐到我身边来。姨姨，你真好看。你也好看，像个小女娃。姨姨，我就是女娃啊！师傅不会梳女娃娃的发髻，就把我当男娃娃养了。饿了就吃。谢谢美姨姨。道长，你这小徒弟的父母？他是我师傅，我是他徒弟。对的，我才是师傅哟。我师傅是林疯子，但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等等，让我捋捋，消化消化。那你爹娘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是师傅捡来的。师傅让我下山就是找爹娘的。那你可有信物找你的爹娘？师傅说捡到我的时候，我手里抓着一方丝帕，那算不算信物？上面还绣着一个烟字，所以师傅才给他起名叫烟宝的。我师傅说，捡到我的那天是冬月初10，在孤阳山上的狼窝捡到的。爹，你怎么哭了？夫人也有一个女儿，不过不在身边，她年纪与你一般大。姨姨好可怜呢。小姑娘，能把你的帕子给我们夫人看看吗？当然可以的。美姨姨，你咋知道我的名字？呼呼，师傅，我出名了，离云桥观发扬光挂不远了。这对主母一直问东问西的，怕不是在疑师傅的符箓。烟宝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师傅，又来一个抢师傅的，大黄就够气人了。我师傅可爱也不是谁都能抱的。是我唐突了。夫人，别忘了老爷的话，别冲动，这事太巧了。是巧，可这帕子是我亲手绣的，皇后赏的软烟罗，我绝不会认错。子虚道长，停车。你们去哪儿？我送你们到地方。不用，不顺路。不顺路还坐了一路。美姨姨，平安符放身边。多谢小友。师傅快走。徒弟，你腿不疼啦？疼也得走，再晚你要被人认娘了。你去找份工作养我吧。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道长，小师傅，快里边请。不必，我师傅困了。道长，寒舍有干净客房，总比客栈舒坦，还请赏光。既如此，便盛情难却了。师傅，吃点饭再睡。大胆狂徒！说，是不是天蝎雀的人？他们不是天蝎雀的。烟宝，哎呀，真是阴魂不散。
次，他可怎么交代啊？这夫人的伤不重，可镖上有毒，这毒我解不了。你可是咱们云沉县最好的郎中了，你解不了，还能有人解得了吗？有倒是有，就是来不及了。小道长，求您救救我表妹。要不让我给美姨看看再说。小道长的符箓还能解毒？我还是先看看，若是我不能解，再带你去寻解法。姐姐，婶婶让开些。完了完了！这种毒除非对症解药，碰任何药都会立刻身亡，这就是我没敢用药的原因。吵什么吵？我师傅要是没有把握，能随便给人喂药吗？没把握的。完了完了，没救了！放开我！你这妖童，害我家夫人！夫人，你醒了！我刚刚晕倒了。夫人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燕宝，多亏了你给我的平安符，不然我怕是已经没命了。我睡前把平安符放枕边，醒了发现符在胸口，刚放回枕边，就见窗外黑影。第一镖我躲过，第二镖射前胸时，平安符飞镖偏了，钉在肩头。我师傅可是救了你2回，要不是我师傅给你解毒，你也没命了。小仙童医术通天，老朽自愧不如。多谢小仙童，多谢小仙童。小仙姑，你叫我佩儿就行，叫姐姐我可真不敢当。那好吧，佩儿姐姐，你帮我把美依依左边的衣袖脱下来。美依依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你能让依依抱抱燕宝吗？美依依是又想你的女儿了吗？可是美依依身上有伤，不能抱抱的。依依不动，你抱一下依依就好。好吧。自己哄人的本事这么差了吗？为啥哄谁谁哭得更厉害呢？美依依不哭。美依依别哭了，燕宝以后常来看你。我弄好啦。走，小神医，请留步。哦，你怎么还没走？是陈掌柜没给你诊金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不是，我是在等小神医。我最近遇到一个怪人，想请小神医帮忙看看，诊金丰厚。不去，我们明天就走了。我啥时候说走了？还要等3天呢。江郎中，可是我不会医病的，是不是我去了，不论医不医的好都有诊金？有，只要小神医去了就有诊金。我明天不能走，还得在这儿等1天，后天我跟你去。我后日我来接你。我怎么就不能找小仙姑了？不找小仙姑还找不成？你会医病吗？你们主仆安的什么心思已经昭然若揭了，别以为我师傅年纪小好骗，有我在，别想算计我师傅。谁啊？扰人清梦无异于害命，烦死人了。小仙姑，你快去看看吧，我家夫人不好了！再胡说八道，我抽你！怎么不好了？好吧，可我真不会医病，如意带有师傅炼的丹药，不知不敢乱给啊。本想等师傅行力填铺，真是避着这不急。你早上去找工作了吗？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入职快。燕宝，快坐依依身边。主人，我是大黄呀，终于能在你脑子里说话了。美妇根本不是心口疼，她是骗你的，她是怕惊扰到你，才撒谎说身子不适，就为了见你一面呀。大黄，是我的灵兽大黄吗？你怎么能在我脑子里说话呀？因为主人你的灵力攒满师格进阶了，我跟着沾光也进阶了，以后不用扯着嗓子嗷呜叫，就能在神识里跟主人说话了，别人都听不到的。原来是灵力进阶了，可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呀，怎么就进阶了呢？依依不疼了，陪依依吃早饭好不好？好，美依依找不到女儿太可怜了，我陪你吃饭。孩子定吃了不少苦，才会这么能吃。主人，他不敢认你，一旦相认，会害死你和一众相关之人。原来娘亲的爱是这样，好想找亲娘。我是气运宝宝，没人能害我。我要帮美依依找女儿。美依依好好养伤，我先走啦。夫人，不能留了，再留会害了小仙姑。追杀的刺客冲咱们来的，有人泄露了您的行踪。备车，立刻走，再迟我就舍不得离开了。转悠一整天，没人找我，鸡贼师傅该不会骗我下山吧？徒弟，咱们找地方吃饭，肚子饿扁啦！道长，里边请，几位？2位，我和我师傅。您师傅在哪儿？
小的没瞧见。背着呢，如假包换的师傅。师傅想吃什么，尽管说。随便点，我不挑食。满桌肉菜加2个素菜，点太多吃不完，还有小娃娃呢。怕付不起钱，少废话。好嘞。你今天去找工作了吗？找工作推荐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岗位，入职快。师傅不亏待徒弟，多吃点儿。谢师傅，有师傅真好。好，伙计，快点，快点，着急赶路。药王会定能寻到神药，祝公子尽孝。大哥哥，药王会在哪呀？小妹妹想去，师傅问我就行，别乱跑。3年一次，4月27药王谷举行。要先看诊，不能同路。小友，你是要去药王谷吗？还未请教2位称呼。我叫烟宝，云台观的，师傅是凌风子。今日4月22，2位抓紧些。他不是来找我的吗？怎么不理我？难道我看错了？烟宝，您回来了。子虚道长。小师傅，打扰歇息了。小仙姑，这是我表妹临走托我们交给你的。哇，好多金条，还有金簪，好大方。我竟然误会他们了，江湖经验出错了。道长务必照顾好小师傅，路上千万小心。看完诊可一定要回陈家来啊！我都备好了，不用这般客气，劳烦2位挂心了。惦记我师傅的人怎么这么多？一个个都这么上心，我怎么突然好有危机感？都怪自己贪睡，早饭都没吃，这荒郊野外也没个饭馆。如意袋里的东西早就被我吃的差不多了，饿死啦！师傅，饿坏了吧？陈掌柜特意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，快尝尝。我的天，这小奶娃一顿饭竟然比我们一家人吃的都多，这么多东西都吃到哪里去了？怪不得陈掌柜带这么多吃食，原来是我草率了，小瞧了这小师傅的饭量了。今天这官道上的车马怎么这么多，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，都是赶去参加药王大会的。近期4方医者都往这边赶，师傅放心吧，到时候我肯定给你弄到1张请柬，包在我身上。这个白胡子徒弟是真能处，有事他真上，太靠谱了。那是自然，自己的师傅就得宠着，别说1张请柬，就是师傅想要天上的星星，都得想办法摘下来。主人，你那显眼包徒弟要上天给你摘星星呢。徒弟，我不要星星，那玩意儿又不能吃，要来没用。我师傅居然会读心术，幸亏平日里没有对师傅不敬，以后可不敢再吐瓷师傅败家贪吃了。不好，师傅是不是知道了自己还有银票没算定呢？居然藏着几百两银票没主人，留着给师傅。主人快没收了他的银票，这样他就不能跟我争宠了。江兄，你还真没食言，居然真的把贵客请来了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江兄这次来可是找到了医之子的方子，到里边看看再说。是我过于急躁，失礼了，里边请。我的医术有限，并没有找到医治贤侄的方子。我请来了一位高人给贤侄瞧病，小神医烟宝。江兄，你我2家是世交，就算你不愿意帮忙，也不能拿我长子的命当儿戏。哟，我还当这远近闻名的江郎中得了什么灵丹妙药、绝世神方来医治大公子，没想到居然领了个还在吃奶的娃娃来凑数。看这身高个头，怕是连路都走不稳，还没断奶呢吧？对不起，小神医，我们回去吧，让你们师徒受累了。诊金1分不会少，我来出。等等，谁允许你们走了？周姨娘，还有何事？你打着行医郎中的幌子，一而再再而三从我们苏家骗走诊金。钱夫人的病若不是被你胡乱医治，耽误了病情，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早早离世。如今你又想带个奶娃娃来害我家大公子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！把从苏家骗走的银钱通通拿回来，少1分，我立刻就去县衙报官，让你吃牢饭！住嘴！别在这胡言乱语，失了苏家体面。老爷，你就是太心善了，才总被人欺负，旁人都骑到咱们头上了，
我这也是为了苏家好啊。钱夫人是心脉郁结，邪祟入体，并非江郎中误诊。大公子久病缠身，病根在你房里的那只紫檀木簪上，你敢摘下来给我瞧瞧吗？皇口小儿胡言乱语，不过是个没断奶的娃娃，也敢在这里造谣污蔑我！你慌什么？那只簪子到底有什么猫腻？江兄，劳烦你再给长子瞧瞧，算我求你了。没事的，我跟你去瞧瞧。唉，真可怜。他可怜什么？我刚才应该多踹他2脚才对。我是说苏家的夫人真可怜，儿子被害却只能眼睁睁看着，无能为力。他的儿子要是没了，他的魂魄也就跟着散了。小娃，神医，你看到我夫人了？这个一会儿再说，咱们还是先去看病人吧。好。自己从未学医，这些医理知识从何而来？主人，你解了美妇毒，治好他的伤，开启了医学属性。梦里以袭完整本如意医典，是名副其实的神医。7绝脉性，怕是活不过3天了。而且小哥哥并不是生病了，而是被吸走了阳气，阳气断，人变亡。不是信不过我师傅吗？干嘛怕成这个样子？刚才小神医说堂屋里，那是他。小神医，刚才都是我有眼无珠，你救救我儿子吧！苏夫人是小哥哥的娘亲，怎会害他？即便成了鬼，也想护着儿子，只是魂力不够，没法和害大哥哥的鬼抗衡。小仙姑，这还有得救吗？有的，但是……师傅且慢，他们这一家人竟干那拉屎往回坐的事儿，先说好了价，付了银子再救人也不迟。应下，我全都应下，只要能救君儿，多少钱财我都给，绝不还价。那我要10两黄金，还要好多好多好吃的点心，要甜滋滋的那种。成，别说10两黄金，100两我都给。点心我立马让人备齐，全挑最甜的送来。小神医医术通神，老朽自愧不如。黄金和点心，不许耍赖哦！绝不耍赖，我立马让人备齐黄金与点心，送到2位住处，好好答谢小神医。只要能救我儿，道长随便开价，就算变卖家产我也认。你变卖家产，我的算计全白费，绝不行。老爷，大公子是儿，恒儿也是儿，你怎不为他考量？到底是谁的儿子，你心里有数。这小崽子怎么知道的？我和表哥的事没人知晓。大黄情报靠谱，这姨娘藏得够深。小神医，是我先前不敬，但这话可不能乱想，毁孩子名声啊！苏老爷，你这位小妾的表哥此刻在府内吗？他在城外庄子管账，很快回来帮管家理事。你个小崽子胡说！治病就治病，关我表哥何事？小神医没说啥，你这般紧张作甚？我横竖是外人，不信我便罢，大不了我和魂儿乞讨去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就这点战斗力，一个回合就跑，真没用。有效果啦！我夫人的鬼魂留在这里不肯走，是不放心我们的儿子吗？不是，那是有什么心愿未了？那你为啥不说他是想留下来报仇呢？枉死之人地府是不收的，他不留在这儿，他去哪儿？做孤魂野鬼游荡吗？这什么破规矩？他是被害的，又不是自愿的，凭什么不让轮回，还要受烈日灼烧、情感羁绊之苦？真是虐鬼！谁在骂我？阎王被拘走后就折磨我们，会都开2天了，到底遇着啥人啥事儿了？老爷，不好了，
邪了，又哭又笑还咬人，周姨娘都被他小伤了。什么？是君儿出事了？不是，是小公子中邪了，又是哭又笑还咬人，见人就咬，把周姨娘都咬伤了。你们谁都不许伤到我的恒儿！咬你们一下怎么了？他只是个小孩子，又咬不死你们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你可算来了。恒儿他突然就疯了，我拦不住啊！你这逆子，快松口！恒儿，快松口，那是你父亲啊！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苏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接二连三的出事，还不都是前院那几个人捣的鬼？他又没出门，就是刚刚我领他去了一趟中堂。休得胡说！饭菜不合胃口吗？一会儿还要辛苦各位。哼。苏老爷，你那个小妾是不是让你赶我们走了？没有的事儿。香梅，你给我滚进来！来了。你去前院看看，老爷把那几个人撵走没有？机灵点。知道了。老爷的心从来不在恒儿身上，你不必去告诉他了。想必老爷是去看大公子了，你去把孔密灯放了吧。恒儿今天没法去给他哥哥祈福了。周姨娘，是不是每天晚上都放孔明灯？是恒儿放的，说是给他哥哥祈福。哼，怕是祈祷你家大公子早点嘎吧。这就是我让你当着下人的面把我们赶出来的原因。你不把我们赶走，你的小妾怎么能送消息让害你儿子的鬼过来？真的是他？等我把鬼抓到了，到时候你自己问吧。你们为什么不走门呢？我们爬墙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你也没说能走门啊。反正我能爬墙，走哪儿都无所谓。老爷，他们不是被撵走了吗？不该问的别问，回你自己房间去，这里不用你伺候了。一会儿不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许出来。纪云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饿不饿？爹让人去给你弄些吃的。饿了，也不能吃。那操控阿飘的人，万一提前来了，看到他在吃东西，会起疑心的。小神医，你是说有人操控鬼来害我儿？我觉得那人可能每天晚上都会来你们苏府。皇宫都有人能进得去刺杀皇上，何况你一个小小的苏府？嘘。师傅，咋样？抓住没有？你师傅我出手，还能跑了他不成？还真有人能收服这恶鬼。什么人敢坏我的事？给我滚出来！把他放了，我便不与你计较。
天蝎雀可不是好惹的。那你也认识叶楚人喽？哼，那是我们天蝎雀未来雀主，你一个小娃娃也配提及？也不知道荣九思从吃人牙里爬出来没有。师傅，要知道他是天蝎雀未来的雀主，你就应该把他的双腿打折，让他躺半年。什么满口小儿，皇也敢妄论我缺中事务？就这点本事，还敢在我面前舞剑，连剑都握不稳，也配称云台观弟子？你耍阴招，靠陈缠剑算什么本事？有种松开拂尘，咱们真刀真枪比一场！完了完了，子虚道长被缠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会不会打不过啊？别急，再看看情况，办法。笨蛋，打不过就跑啊，等着挨揍吗？哎呦，哎呦，江令中，你跑反方向了！慌不择路，苏老爷莫怪，别磨蹭了，快起来，师傅让咱们先撤。真是服了你们，早说不该让你们来，净添乱。一群废物，也配跟我斗？这符怎么解不开？师傅，这倒是解不开符，咱们要不要趁势动手？小仙姑，快想想办法，别让他救走倩娘魂魄。第5集乾坤借法动！你敢用冰符，我玄清观不会放过你的！师傅，这是冰符，也太厉害了吧！我的天，小仙姑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本事！你在横啊，在嚣张啊，现在变成冰疙瘩了吧？这冰也太硬了吧，看着就寒气逼人。冰符的威力真是名不虚传，冻得如此结实。幼稚！我本来想冻住它就好，咋不小心用错符，冻得这么结实？多谢小仙子救了我。看我把这冰疙瘩敲开，让他再嚣张。敲开冰就行，别敲漏他的脑袋。咱们还要问话。哎呦，这冰怎么这么硬？我不拍了，太疼了。真是笨死了！我都说了这是灵符所化，冰敲不碎，非要逞能。收！说，谁让你害我儿子？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我不说，你们别想知。就他这样，还是让他缓缓再问。是观主让我来的，他让我抓倩娘的魂魄，害苏府公子。哪个观主？是玄清观的观主吗？为何要害我儿？快说，你们观主在哪儿？还有什么内动阴谋？别吓他！玄清观观主为何要这么做？还有没有同清观的观主，当年就是他害我丢了性命，如今还要抓我的魂魄。天地无极，符印自解。去吧。快说，别磨蹭！快说，别磨蹭！你不说，我也能从女鬼这里把话问出来。所以你没得选。你把火线灭了，我再说。是福成庄的赖管事请我来的，我只管拿钱办事。至于你们之间有什么仇怨，那你去问他了。我现在已经都说了，快把火都熄了吧！再这样烤下去，我的身体就会炸开的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待你不薄，你竟害我儿！还是把火灭了吧，不然他死了，那个管事怕是不肯认账吧。来人，去提2桶水来，把火灭了。是老爷。早该灭了，再烤下去真成烤道士了。快一点，把火彻底灭了，别留火星。师傅，这灭火也太无聊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处理那个女鬼啊？别急，等火灭了，处理完道士再说。小仙姬在干什么？是啊，这是在做什么？哈哈哈，请阎王。阎王，这真的是阎王爷？阎王爷，你又来了。是他想来的吗？是他抗拒不了那符纸的力量，被硬生生给撩来的。偏偏他还不敢发火。阎王爷，我找你是想问一下倩娘的事，她的儿子是不是真的不久于人世？小仙姑，你又来折腾我，这阴曹地府的事你也事事要管？不然我拘你过来做什么？如实说就好。他的儿子阳寿确实已尽，3日后便会离世，就算有神仙修筑，也难改天命。不可能！阎王爷，求你救救我的儿子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我就知道那个中年道士是骗你的。是啊，你被骗了，根本没有鬼能渡阳气救人性命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按照他说的做了，吸了19个少年的阳气，为什么还是救不了我的儿子？我做错了什么？没有错，只是被人骗了。那个中清观观道只是利用你的执念，让害人罢了。天命难违，你不必过于执着。你儿子的阳寿已尽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唉，也是个可怜人。这是安魂符，能让你的魂魄稳定，不会轻易消散。3日后，你可以去见你儿子最后一面，了却你的执念。谢谢小仙姑。燕宝小仙子，
眼下倩娘的事已经办妥，要是没别的吩咐，我就先回地府复命了。地府还有一堆公务等着处理呢。等等，还有事没办完，你不能走。你看那边柴房门口还有一位，他阳寿已尽，也需要你一并带下去，别遗漏了。哎，真是麻烦，这本来都是牛头马面的活，怎么全都归我干了？回头我非得扣他们半年俸禄不可，太不像话了。老爷，崔虎他们回来了，说赖三跑了，只抓到了他几个手下。废物，连个人都抓不住！你去告诉崔虎，就算挖地3尺也把赖三给我找出来。是老爷，别急。赖三跑得了一时，跑不了一世，他的手下被抓，迟早能问出他的下落。多谢小仙子安慰，我知道。程烨，你能看得见我？师傅，你要拿啥？我帮你拿。你拿不下来的，你抱我一下。程烨，我死得好冤啊！夫人，江郎中也在这里。你的病不是我不给你治，是真的治不好。我不是病死的，我是被周娘害死的。她在我的饭菜里下了毒。为什么她没诊出来？这个恶妇！你们两个去到后院，把那个人给我拖来！谁给你们的胆子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爷，这个家还有没有规矩了？张妈和王婆子……住口！老爷，你吼我做什么？孩儿都那样了，你也不关心，是不是这几个骗子又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老爷，你疯了！恶人，毒妇！你不光害了夫人，还要害死君儿，你怎么那么狠心？你也是当娘的人了！老爷，你不能平白无故听几个骗子胡说八道，你就来冤枉我！夫人是生病死的，与我何干？大公子自从有病，我就帮着四处请郎中，不论好也就算了，咋还落了我要害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鬼啊！老爷有鬼！有鬼啊！我看是你心里有鬼。为什么我们都看不见，偏偏就你能看见？说，你为什么害我？姐姐，我错了，姐姐，我错了，姐姐饶命啊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姐姐饶命！姐姐饶命！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主意，是我表哥让我给你下的毒，主意都是他出的。你去抓他，放过我吧！哼，这回你知道我师父为什么提到你这个屁枪的表哥了吧？苏夫人，仇还是亲手报来的痛快。程烨，你怕我？不怕。我就是想抱你一下，过了今晚，你我就再无相见之日了。你宁可抱鬼，不肯抱一下我这个活生生的人。你若是待我有苏氏一半好，我也不会和表哥。该死，你们通通都该死！姐姐，姐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在恒儿还那么小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。恒儿还那么小，她不能没有娘啊！对，挖他的心，挖他心，他的心一定是黑的，给狗，狗都不吃。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母亲，你是想大哥哥了，回来看大哥哥的吗？恒儿也想母亲了。再过来我就捅死他！坏人，那可是你生的儿子，你也下得去手，你可真是个恶妇！是我生的儿子，可以是你苏成业的儿子。就算是你的大儿子，现在不死，他的阳气已经被吸得差不多了，也活不了几天了。你逼我，我就让你们苏家绝户！虎毒不食子。嗷呜嗷呜！主人，我哪里毒了？天下都找不到比我最善良的虎了。大黄不毒，周姨娘毒，她五毒俱全，最毒不过妇人心。嗷呜嗷呜！主人，为啥骂周姨娘非得带上别人？我和你一个大黄猫说不清楚。好啊，苏夫人，你就把他们娘俩一起嘎了吧。
不要啊！君儿，娘的君儿，你还活着！娘，儿子好想你啊，娘。君儿，是娘无能，眼睁睁看着你被害却保护不了你，娘今天就杀了周姨娘给你报仇。娘，仇儿子来报，你不要插上自己，不值当。来生我还要做您的儿子，让您儿孙满堂，承欢膝下，所以你一定要轮回转世。好，娘答应你，来生我们母子再续这份母子情。想哭，怎么个事儿？娘，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们来生还做母子。君儿，娘记住了。这个药只能吃一次，再吃他的魂魄会承受不住，有魂飞魄散的危险。不会是小气舍不得吧？阎王，我跟谁小气也不敢跟你小气啊！我这里还有9颗呢，不信你就给他吃，可不是我心疼。拿来。燕宝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，你真要给他吃？不过既然你不是小气，那就把这些药丸送给我吧，没准以后跟你要，怪麻烦的。这是明目张胆的打劫呀！我就这么9颗涅槃鬼丹了。嘎嘎嘎！主人，你薅羊毛也不能把羊薅秃啊！下次他还哪敢让你看见羊毛了？何况那是1000年才能练一次的涅槃鬼丹。嗷！大黄，你是一只虎，怎么叫成了鸭子？嘎嘎，自由发挥了，反正你从来没把我这只虎当成虎，你不是一直叫我大黄猫吗？好吧，1000年啊，是挺长啊。燕宝，真没有了，就那9颗都给你了。你若是还想要，改日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找些血灵草来。那就多谢燕宝。他们见也见了，约定也约定了，人间的事儿就交给人间处理吧。我就带着苏夫人走了。多谢小夫成全，纵使遗憾，却未来可期。纵使遗憾，却未来可期。师傅说我是气运宝宝，失真的人运气也差不了。巨阳13针一定有效果。小仙姑，请问这是巨阳13针？是的。就几根把你一样的时候，我也没见你掐人中。你个棒槌，你懂个啥？师傅，下一步怎么弄？徒弟，把这看好了，我去趟丘。嗷呜！主人莫慌，苏公子没有死。巨阳针巨阳的时候就会是一个假死状态，1刻钟之后你拔了针，苏公子的阳气就完全恢复了。真的？主人，当然是真的。由于昨夜一夜没睡，这等着拔针的功夫，突然就觉得眼皮开始打架。来吧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你身上怎么有活人的气息？废话，我是人，没有人的气息还有鬼的气息不成？不会是那位来了吧？怕什么来什么。燕宝，你怎么来地府溜达了？地府？你给了我这么一个黑牌子，也不告诉我怎么用，我怎么来地府找你呢？那你给我查查这苏季金是不是阳寿尽了，怎么死了呢？那个是我忘了，只要你手里拿着这个牌子，闭上眼睛睡觉，你就可以来地府了。好吧，这么简单的哦。先不查了，我怎么才能回去？那边还等着我拔针呢。只要你心里念着回去，就能回去了。下次我没事的时候再来逛你们地府，我先回去了。千万要活过来，不然我真的要猝死了。看看是真死还是假死，大不了再去一趟地府，反正很方便。怎么样，江郎中？我就说他没事吧？活了，终于活了，我不用猝死了。把这宅子都给我围起来，就是一只鸟都不能放出去。大人，他们都在这里，就是他们用妖法害了魏道人。给人！胡大人，明明是这个赖三伙同周姨娘来害我苏家，你怎么把他放出来抓我们了？完了，真的被抓了。苏少爷，你还是乖乖的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先把那小娃娃身上的布袋子摘下来，再把他们都绑了。什么狗屁县令，怎么上来就颠倒黑白？不会那洋鬼道道和你是一伙的吧？是你们害死了敢说他洋鬼，我看出他洋鬼的是你们。你们几个最好是乖乖的束手就擒。咱们跟他们走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是怎么颠倒黑白的。师傅，明明能跑，为啥遭重这个罪呢？都带走，
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赖三被放出来，而我们却都被抓来了。君儿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被他们抓到这里来，你的身体怎么能承受得住？爹，我已经没事了，小仙姑已经把我的病都医好了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快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今天早上我来衙门报案，原原版版把事情说了一遍，没想到胡县令当时就把我抓起来了，然后就带着一帮衙役走了。胡县令把赖三放出来了，说我们苏家使用妖术谋财害命。这胡县令和赖三不会是有什么关系吧？坏了，他们把门窗都钉死了，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里。真是麻烦，哭哭啼啼的，要不给他们张符纸安慰一下吧？咦，如意袋呢？怎么不在身上？赖三儿，你不是说这破布袋子里有宝贝吗？怎么里面什么都没有？大人，是我表妹说的，说这破布袋子里装了很多符纸，那符纸老厉害了，还有阎王爷给的丹药。你自己看，毛都没一根，更别说什么符纸和丹药了。老爷，赖三儿，那个布袋子跑了，跑了。公子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我站着看，坐着看，躺着看，我还怎么看？那么可爱的小奶娃说他使用妖术，多丧良心啊！公子，那你说那一个须发洁白的道长，为啥会认一个小奶娃当师傅？其实我也对这一小一老对调的关系有点犯嘀咕，但是要说这小奶娃使用妖术，我不信。公子，要不咱们去看看？去看看。废物！废物！都快点起来，把他们抓起来扔进火里！快点儿！尹县长，救命！把他们都抓住！我把苏家的财产送给你。胡县令，可要说话算话。这股力量好强！李乾，带着公子走。快拦住他！尹县长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跑了！怎么又出现金光了？这金光与刚才破我阵法的金光一样，什么情况？不是都烧死了吗？这么大的火势，绝对不可能还有人活着。尹县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哪里来的金光？这4个人怎么被弹出来了？公子能动了，黑气没了。咱们公子哪是谁都能伤得了的，那可是有龙气护体的人。姓胡的，你想杀我们，老天都不答应。看见没？有神仙在暗中保护着我们。我们不死，那死的就该是你们了。尹县长，快打死他们！快！尹县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金光，这火……县令大人，这火有问题。火有问题，那就灭火！来人，快点灭火！是。尹县长，现在你不用担心火了，把他们几个抓了，我做嘎他们。去！妈呀！看吧，看吧，把老天惹怒了，就这下场。元宝，元宝妹妹，是你吗？元宝，元宝妹妹，是你吗？大哥哥，是我，你来救我啦！可是我没能救你们出来，都是我做事不够果断，让你们这么多人枉送了性命。你们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哥哥真的是好难过，好害怕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哥哥，你认出来我是你妹妹啦？
燕宝从今以后就是我的妹妹，亲妹妹一般的妹妹。我本来就是你的亲妹妹呀。对，亲妹妹，亲亲的妹妹。咋感觉意思有点不一样？亲妹妹和亲亲的妹妹一样的吧？师傅，你不能乱认哥哥啊！你认一个哥哥，我可就要叫人家一声师伯。你见一个好看的少年就认人家做哥哥，那我这师伯不就要遍天下？这个称呼还怪好听的。燕宝也是叫我小哥哥的。你是小哥哥，可是小哥哥和哥哥是不一样的哟。怎么就不一样了？不就是他比我年长了几岁，长得比我好看那么一丢丢，我这不是病的吗？等我再养上一段时间，也不比他差的。师傅没让我叫，你甭想这美事。都是哥哥，怎么不让你徒弟叫我师伯呢？有哥哥的感觉真好，哥哥都这么好，那娘亲是不是会更好呢？好期盼见到娘亲呢。小哥哥，你是不是被烟呛到了？你身体刚好，应该远离这地方，你们回家去吧。他们现在还回不去，家还被这个狗县令封着，咱们得先解决他。解决？杀了吗？哥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凶啊？不会，敢伤害燕宝的人该杀，不过不用弄脏了咱们的手，有人会处理的。归去，你们两个把这狗县令和这些衙役都先押到2堂去，再去找个郎中来。哥哥，你受伤了吗？我看看。不是我，是园中受伤了。哥哥，这里有郎中的，还有我也会看诊的哟，你忘了吗？很严重吗？五脏俱伤，真不可治。啥？那园中岂不是没救了？我的医术是无能为力，不过有小神医在，他应该能医得好。毕竟苏公子那么严重，他都能医得好。别这么看着我呀，压力山大。燕宝，你快给园中看看，我从小他就跟在我身边，我真不希望他有事。确实蛮严重的，他是被鬼气所伤，不太好治。鬼气？你是说那黑袍人的黑气是鬼气？哥哥，不用担心的，虽然难治一些，不过对我说不难的。黑气所致的伤是没事了，可是这个爷爷胳膊和腿也断了，他是从高处摔到地上了吗？园中是从房顶上被那个黑袍人打到地上的，他的胳膊腿还能接好吗？不过接不好也没事，回去以后我给他安排个地方养老。我说过了，哥哥在乎的人我是不会让他有事的。10天以后，我就让这个爷爷和以前一样跟在你身边。10天？伤天受伤的哥哥可还得个3、5天能长好，皮肤不合的都得个10天8天能长上。10天？不是不信，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。怎么不信？我师傅说10天就10天，要不咱们打赌，10天这老头的骨头若是长好了，你们每人给我1两金子；若是长不好，我给你们每人1两金子，怎么样？金子我给，不用说10天，就是10个月能让我好起来伺候公子，我都给。袁老头，你醒了，我都准备给你烧点纸钱，提前打点小鬼了呢。你这混小子，盼着我死是吧？你不也是累赘？你不也受伤了吗？你们2个也受伤了，咋不早说？师傅，你这药可都是千金难买的，就这么随便往出给？他们2个是你师伯的人，自家人当然不用给金子的啦。你见到好看的少年公子就叫哥哥，那我的师伯不得遍地都是？那以后咱们还赚不赚金子了？都得白送。燕宝喜欢金子？对，我师傅喜欢金子。燕宝，给，拿去玩吧。拿金子玩？你不是开玩笑？谢谢哥哥，这个哥哥很有钱呀，那以后多多给我些金元宝玩吧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哥哥，你怎么突然这么高兴？因为哥哥有了亲妹妹你啊。怎么小老鼠为离钱很强归去？我师傅胆子小，经不得你这么转。我几时胆子小了？阎王我都不怕。大黄，
你发什么疯？还有我这张沉鱼落雁的虎脸，主人，白胡子老头骂你是狗，颜狗，你把他逐出师门。徒弟，你虽然老了点，可是你也是很英俊的哟。放心吧，他是哥哥，你是徒弟，我都爱。师傅没有抛弃我，好感动。黄公子，院里那个黑袍人的尸体不见了，不会是那黑袍人没死吧？自己跑了？绝对不会的，神仙都躲不过那天雷，何况他就是一个能遇鬼的人。啥？天雷？妹妹你咋知道？那天雷就是我师傅引来的，我师傅怎么会不知道？这是个神仙妹妹啊！你去一趟府衙，让他们来接管这里的事。是。下官参见四公子。你身为知府，对下边的县有管辖职责。可是四康县令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草菅人命，还使用邪术，使得一方干旱。你是聋还是瞎？四公子明察，真不是我不管，是我不敢管呐。你既然不能胜任，那又有何脸坐着这个位子？他就知道这一天早晚得来。这人又是谁呢？好像很怕哥哥的样子。哥哥这么好看的人也不可怕呀，就像阎王看到自己的样子。为什么呢？我和哥哥都又好看又可爱，他们为什么要怕呢？哥哥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哥哥把这里的事情交代完，咱们就走。哥哥，他头上有好大一团黑气，要倒霉了呀！你是不是出门踩狗屎，走路崴脚，吃东西卡喉，坐车马精，洗脸溺水，放屁都砸脚后跟？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我身边有他的眼线？小道长，我斗胆问一句，我头上这黑气可有化解的办法？能的，很简单的。他身边跟着一只倒霉鬼，把他送走了就行了。不过要我师傅帮你，那可不能白帮，化解一次100斤，不然你就另请旁人。100斤，徒弟你可真敢要。不过他是当官的，应该拿得出来。好，100斤不多，不多。说，你为什么跟着他？你和他有仇？我不认识他。也和他没仇，是有人让我跟着他的。又是被人控制的鬼。那是谁让你跟着他的？是天蝎雀的尹元清，他控制了好多像我这样的鬼，为他做事。师傅，尹元清就是那个被雷劈死的黑袍人，尸体不翼而飞的那个。是他？那看来与胡县令也脱不了干系。那你还知道什么？都交代出来吧。什么都能说。说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那个季知府的小妾，是真勾人，那身段，那胸，那叫……住口！我还是个小奶娃，这样少儿不宜的话，你也好意思对我说？我错了，我不该污了小祖宗的耳朵。这倒霉鬼说什么了？惹师傅发这么大的火，他还从来没见师傅发过火呢。妹妹这咋还跟空气打起来了？这小奶娃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就不该信他的话。真想告诉季知府，他每天和小妾在床上的那些事儿都被倒霉鬼围观了，不知道季知府会是什么反应。我送你去地府吧，也能早点去轮回转世。我真的能去地府吗？我去了好多次，地府都不收我的，所以才被尹元清抓了。放心吧，我送过去的鬼，阎王不敢不收的。到那儿你提我烟宝，云胎镜的烟宝，阎王绝对不敢再把你撵出来。多谢小祖宗。崔护管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等我攒够了金子再说吧。什么时候跟我说话需要金子了？看我做什么？我可没这么说过。你看我是那种钻到钱眼里的人吗？说吧。不是嘛？刚才苏老爷端着一盘子金子出来，你的眼睛都要沾到那金元宝上了。不是，我是听说小神医能看见人头顶上的青元线，想让他帮我看看我妹妹在哪里。你妹妹就在你眼前，香梅就是你妹妹，你们俩天天在一个院子里，不知道自己是亲兄妹。怎么可能？她有娘的。
你们两个的兄妹线是能连接在一起的，绝对错不了。在县衙被关着时我就看到了。我师傅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不信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，我们还着急赶路呢。